在中国南方的。哦，中国南方的。温州。我是广东的。我也是的。这是南方的，是不是？是南方的。你中文怎么这么好？我是四川的。四川的更好的。哦，你知道。四川的更好的。对。对对。很辣的。你到过中国吗？去过了。北京的。你在北京工作。哦，我在上海工作。好慈祥啊，好慈祥。你看起来是很好的。对，很好的。我是老北京的。老北京，哇塞。北京人。嗯，你叫什么名字呀？我。邓大，邓小平，邓大。哦，邓大。哦，邓大。邓大。我叫陈红宇。红鱼。哎，没想到我们在路边都会遇到那么会说中文的。他们在你在录像吗？对，我在录像。入境。太好了，太好了，也少。其他国家来度假的都少了。去年的这个时候，可能根本就订不到房了。但是现在就还很空。有那么严重吗？我都没感觉到，在这边我就感觉一片祥和。这儿是一片祥和，因为那个科索沃的话在南边嘛，然后它还有一定的距离，在那边有蛮多的那种纷争。今天这个小姐姐叫红鱼，对，就是在青旅认识的。你是四川的是吧？四川的。啊，今天我是从泽蒙小镇那里就是退房了，然后换到市中心这里来。这个我们住的青旅，它是处于一个公园之中，对不对？对，环境特别的好。然后就其实隔的那个多瑙河也不远。对，现在我们走过去的话，大概10多分钟就能到。然后离它的那个国家博物馆呀，然后还有它那个教堂都非常近。今天住的这个青旅，它的位置很好，就离其他地方都很近。现在我跟红鱼就是去城堡那里看日落。对，在这边很多当地人会去看呢。会很多。很美的日落，多瑙河的日落。有很多的 bar。哦，酒吧。有很多的 bar， 然后早上开始，它就已经有很多，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中老年咖啡，然后要坐上一整天，就会觉得他们好像不用上班。对，就是特别享受生活吧。对，是的。你坐过他们这个有轨电车吗？没有，但我坐了那个巴士，普通巴士。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卡莱梅格丹城堡了，等等，这就是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要塞啊，历史上很重要。现在我们就往里面走着去看一下。卡莱梅格丹它是位于贝尔格莱德的一个西北角的这个方向，这里呢是面对着多瑙河，还有就是萨瓦河，所以呢在这里看日落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现在看得到夕阳，我们往里面走呢会看得到不同时期遗留下来的这个城门，然后还有城楼，还有桥梁等等。大家有没有觉得在这里看日落特别的浪漫啊？就在这里就有3对情侣了。卡莱梅格丹在当地语里面是战地城堡，而且呢可以看得到整个城堡它是白色的，所以说也被称作白色的城堡，也就是贝尔格莱德名字的由来了。这里会有很多当地人在这个城堡上，就这个城墙上面坐着看日落，很受欢迎的一个看日落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多瑙河还有萨瓦河的一个交汇处。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就是多瑙河，然后这个方向就是萨瓦河，他们是在这里交汇的，然后日落就在这个方向，特别的棒。哇 ，OK， 我也要上去。哇，这景色超级棒！这一排过去，坐在城墙上的全都是来这里看日落的。可惜今天的天气并没有很完美，所以说多云，不怎么看得见。This is Dara. Dara. Hello. Hi. Damla. She's from Turkey. 我们刚刚遇到的这个朋友，她是来自土耳其的妹子。Yeah, today the weather is not good. It's cloudy, so I think it's not easy to see the sunset. 强行入境。对，我们可以坐在这里看日落。Yeah, sit here. 我们在这里等了很久啊，都没有看到日落。你看，现在看不到，看不到，只能吹着风，吹着河风。I mean, we are enjoying the breeze. 然后在背后就是一个小小的公园，在这里可以漫步。然后旁边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军事博物馆，里面会有很多1战还有2战的那坦克，还有就是大炮之类的。Show me, show me. Yes, that's nice.
I mean, girls always good at taking selfies. 卡莱梅格丹城堡呢是由一块块石头所建造起来的。这个要塞的防御工事呢，最早是建于凯尔特时代，也就是大概在公元前279年就已经有了。后来是在罗马人在这里定居之后才开始扩建的。所以说现在这里的建筑还看得到古罗马还有奥匈帝国的这个建筑风格。这里已经成为塞尔维亚人最喜欢看日落的一个地方，他们有空就会在这里休息，坐在城墙上。我现在穿过整个卡莱梅格丹城堡，去到旁边的一个最主要的建筑。整个公园其实就只有一个建筑，就是一个胜利者的纪念碑。那就是前面那一个光着屁股的，这里光着屁股背对着我们的雕像。这里是游客还有当地人最喜欢驻足闲逛的地方，因为这里还是一个很大的公园。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老贝，然后隔着河对岸呢就是新贝，也就是新城区。在河边这里是站满了游客还有休闲的市民的，他们都是在这里等待着萨瓦河还有多瑙河的日落的霞光降临在这里。然后我们眼前这一座光着屁股眺望着远方的，上面有个雕像的，就是胜利者纪念碑。整个卡莱梅格丹最重要的一个建筑就是这个胜利者纪念碑，它是1928年的时候，就是为了纪念一战胜利10周年，然后呢，在整个卡莱梅格丹城堡制高点的地方就树立了这个纪念碑。咦，这里还有小火车坐哎，好多人坐这个小火车。咦，在桥下边看到没有？还有大炮、坦克，那个是导弹的发射器，这些就是在1战还有2战的时候都用过的一些武器了。哇，现在傍晚时候这么多人，都是来看日落的吧 ？Okay, we finish here. Let's walk. Let's go walk. Yes. 在这边天黑了，所以我们准备回去了。This side. 所以呢，红鱼他是参加一个叫什么 Music Week， 所以他先离开了，然后就剩下我和 Damla。现在夜幕降临之后，好安静啊，这里。就看到那个灯光打在墙上。那现在我和 Damla 就是往那个广场上去走啊，那个广场上有一个很大的雕像，那里呢也是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叫做 Republic Square 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往那里徒步过去看一下。你看贝尔格莱德其实它不是一个平原，在这里是上山路，有点像是重庆那种上山路，然后地上铺设有这个有轨电车走的地方。到了这里就是共和国广场。看到了吗？旁边那个就是雕像。我们是走了大概有1.6公里啊，终于来到这个共和国广场这里了，应该是整个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市中心了。很大，这边整个广场都很大，特别的大。You are a good photographer. 这个就是米哈伊洛王子的雕像了，可能要侧面才看得到。这样子才看得到，它的这个雕像是位于整个广场的正中间的，而这个广场是算是整个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城市的中心了吧？这里人来人往，人特别的多。Here, okay, yeah,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It's very good. Yeah. Maybe we can communicate. Yeah, we'll keep in touch. Okay. Just let me know your plan. Okay. Bye bye. 米哈伊洛他是被誉为塞尔维亚最开明的一个改革者了，因为他主张成立一个巴尔干联邦，去抵抗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统治。刚刚有提到，因为白色的卡莱梅格丹城堡，这里被称作贝尔格莱德，也就是白色之城。那贝尔格莱德呢，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多瑙河还有萨瓦河呢是在这里交汇，这里也是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这里掌握着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所以说。贝尔格莱德其实经历了上百次的战争，然后数十次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的。但是不管是经历了多少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打击啊，顽强的塞尔维亚人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在废墟上重建他们的家园。所以说，贝尔格莱德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一个英雄城市。在米哈伊洛雕像的背后呢，这里就是塞尔维亚的国家博物馆了。因为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所以说准备去附近的一个茶餐厅。香港茶餐厅叫做旺角茶餐厅嘛，去那里吃点东西。这边酒吧一条街，他们在餐吧吃东西的时候还会有人演奏的，演奏的是当地的传统音乐。
OK， 到了，就是这里旺角茶餐厅。首先上来了一个莲藕瘦肉汤，太好喝了，完全就是中国的味道。就这么一份叉烧饭，我不知道为什么等了好久啊，40多50分钟这样子吧，它才上来，把我都给饿惨了。哇，终于可以吃到青菜了，真的就是太幸福了，太好吃了。可能是我今天实在是太饿了，然后他们上菜上的特别晚，但是实在是太好吃了。如果大家不怕等的话，可以来这里尝尝旺角餐厅，就是要等很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味道真的是好，真的。这个汤喝干净了，这个饭也吃得很干净哦，还剩下一点点米，反正是被我一扫而光，一下子干完了。就这么一顿叉烧饭呢，刚刚是吃了82块人民币，我是给的那个微信支付啊，感觉还行吧，因为这里是市中心。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